董事长，坐。全员持股建议书，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的意思。我建议合并后的天字号由全体员工持股。你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既然你都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就说明你还没想明白。等你想明白了再跟我说吧。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董事长，在合并天字号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事情，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得出一个结论：明规则没有到达的地方，潜规则就会占据。天字号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不合理的。这就是你所谓的合理吗？苏晓，我让你合并天字号，不是让你来革股东的命。董事长，我想带你去看个地方。去哪儿？上官美术馆附近的一块农业用地。干嘛？那里有栋临时建筑，住着30几户人家，年龄最大的已经有70多岁。他们曾经都是建筑工人，在这城市里建过很多很多的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属于自己的。他们曾经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银海。董事长，我认为的银海，不只是董事长，不只是我，是属于所有银海员工，曾经的以及未来的，所有人聚在一起，成为了银海，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小唐，把我大衣拿来。走吧。夏总，董事长，夏总来了。
们把我骗倒的，你是第一人啊。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罚你啊？您随意吧。好，把那块地收归集团，把临时建筑物都拆了，把那30户人家都赶出去。我不相信，董事长，您不是这样心胸狭隘的人。心胸狭隘？你觉得我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吗？您当然不在乎了。现在的您，功成名就，风吹不着，雨浇不到，所有人对你毕恭毕敬。当初那个在工地里扛沙包、搬砖头，和农民工同吃同住的赵显坤，早就是过去式了。您怎么还会在乎那些在日头下讨生活的人怎么看您呢？好一副拯救众生的口气啊！但是，你有资格这么说吗？你把天科做成亏损，亏损的天科意味着天字号合并失败了一半。天字号合并的失败，直接影响了集团的 IPO。30户人家是众生，那2万多户人家就不是众生吗？这口大锅我可背不起。今天啊，我还就让你来背这口锅。你上来一趟。董事长，您找我有事儿？你把你的人集合一下，等一会儿有一件事儿需要交给你处理。董事长，您不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那块地是集团财产，这整件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跟他们无关。您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但还请您给他们留一个安身之地。怎么处罚你都可以。那我们做个交易吧，可以把那些人留下来，但是条件是，你来做天字号的总经理，这是你欠天字号的，也是我欠天字号的。喂，建议书我看完了，你把它细化一下，做成方案吧。好，我知道了，董事长。喂，红梅在吗？哦，好，我打她手机。怎么了，小小？哎，红梅，你把天字号的人事报告给我送来，我先需要用。我不在办公室。哎，你去哪儿了？我在新房子这儿呢。嗯，你们买的不是期房吗？没有，
那个，我和小北离婚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前2天吧，我看你心情挺好的，准备想告诉你，没必要。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现在怎么样？我挺好的，不会再总怨天尤人了。我终于明白了，幸福是需要靠自己去创造的。我回头跟你说啊，夏晓。哎呦，谁啊？祝您生活愉快。谢谢。等一下，哎呦，董事长，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飞机晚点了，折腾了大半宿。顺利吗？西南大区咱还是扎不进去啊。我刚才还在想，要不然放弃算了。等天字号合并以后，让他们主攻西南方向。也好。天字号总经理该定下来了吧？我想用夏明。怎么了？不是，我有点懵。不是我出差之前不是刚刚定下来剥离天科吗？啊，不剥离了。天科的亏损主要是因为它扩张太快，还没有到必须剥离的地步，给它一段时间就能缓过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夏明不行，太冒进了。黄丽玲管着天科的时候是年年盈利，到他手里才多久，严重的亏损。他当总经理，我怕是把天字号带进沟里。天科的亏损恰恰是因为他能力出色。董事长不是开玩笑吧？没开玩笑，我是这么打算的。天字号往西南走，开拓新市场，将来可以辐射整个东南亚。总承包公司巩固原有的市场，深度拓展 PPP 业务，各自发展，互不干涉。那夏明报告谁呀？直接报告我呀。这样你也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专注于 PPP 业务的拓展。
刘总，是我，有没有时间吃个饭？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集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决策，我认为你们这些董事有必要关心一下的。老地方见。这个持股方案好啊，把我们身上的包袱啊，等于给卸掉了。这次要感谢苏小乐。没有，真没有。方案是我递交的，但最终拍板还是要靠董事长，所以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董事长。董事长是董事长，你是你，都要谢。对，两码事。行，那我们先不说这些了，先说正事儿吧。合并方案已经递交董事会了，大概10天之后会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就会正式启动合并。现在还有几件事情需要和大家确认一下。有件事我想问一下。您说。我听说要任命夏明做天字号的总经理，难道这件事儿不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吗？现在目前是这么定的，但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提出来。很简单，他把天科都做亏损了，我严重的怀疑他能不能把天字号做好。是啊。抱歉。喂。啊，好，挂了啊。那董事长被请去喝茶了。是啊，说是被人给带走了。这刚吃了啥情况？董事会委托我对天字号全员持股一事进行调查。董事会怀疑你跟董事长之间存在非法交易。今天叫你过来，是为了了解情况。首先声明，这是一次内部调查，自愿原则。你可以配合，也可以拒绝。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配合。果然是你，请回答，是否愿意配合调查？你想把董事长取而代之，你是不是想多了？如果你能够主动交代，现在还算是咱们内部事情，内部事情内部解决，交代清楚了可以既往不咎。王总，你知道你跟董事长差着什么吗？思想。董事长绝对不会像你这样赤膊上阵的。哼，我知道你很擅长高效动作，没想到你这么擅长。彼此，王总，你可别忘了你无锡借给我的3000万。那块地呢？你知道这是谁告诉我的吗？董事长。现在可以好好说话了吧？明宇，你出来一下。
你在搞什么？哦，董事会委托我调查天字号全员持股的真相。我让夏明过来，是对他进行调查。调查需要保安压着吗？那只是吓唬。他这个人心理素质很强，不给他压力，他不会开口的。集团现在正处在敏感时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明白吗？不是，我问清楚也是为了帮助董事长澄清事实啊。帮助董事长？对呀。我知道，现在有些人说，是我把董事长弄进去的，这怎么可能呢？老徐啊，你不会也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吧？我觉得，有可能是刘董他们干的，因为之前他们就在我面前抱怨过，说董事长这个人独断专行。那你的想法是什么？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没有仔细想。那你的想法呢？我的想法从来没变，就是想让集团稳定。天字号搞全员持股，我不同意。制度改革就会引来动荡。别人搞董事长，我不赞同。人事斗争同样会带来动荡。不管他是谁，他要干什么，想搞垮集团、搞乱集团，就是我的敌人。走吧。哪儿去啊？班子会议啊。王明宇，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啊？你要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人知道了。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董事长下台，你是最大的受益人。李小民，电视剧看多了吧？那你就别装了吧。最大的受益人，我怎么受益了？你怎么受益？你们两个别吵了。玛利亚，你先说。好。刚才收到了3名小股东的临时联名立案，他们要求罢免赵显坤董事长职务。他们认为董事长在天字号推行的全员持股的目的不纯，名义上是激励下属，但实际上是让下属代持股份，非法占有集团财产。这有点扯了吧？啊？哎，你们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吧？文宇，说话。胡工，你有没有认真看看天字号全员持股方案？没有仔细看，怎么着有问题？合并后，天字号5家公司创始人根据历史贡献分享共计15%的实际股权。按照天科历年向集团上交的利润，我算了一下，黄丽林大概能得5%。还有，合并后天字号的总经理将获得不高于5%的实际股权。董事长提拔夏明当天字号总经理，合并之后，黄胖子和他的外甥合计能得到将近10%的股权。10%，这不少啊！哎呀，夏明和黄丽林是旧生，说到底他们还是2个人，一个是创始人，一个是未来的总经理，分开来看啊，根本不算多。问题在于夏明把天科做亏损了。天科在黄丽林手里一直是发展良好，到夏明手里才多久，怎么就亏损了？董事长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要提拔他，给他5%的股权，真的没有问题吗？那就算是这样，那也不能证明董事长跟夏明私下有交易吧？
来一下会议室。进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董事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我进去以后发现夏明也在，然后董事长和夏明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了一大段，我听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所以没记住。再后来，董事长就打发我走了。我走的时候，听董事长说了一句：“那我们做个交易吧。”然后呢？然后门就关上了，后面我就不知道了。就这么一句话能说明什么呀？啊？你们知不知道，他们俩人在郊区还藏着一块地呀？什么地？什么地啊？高进，我真是没有想到，董事长连你都瞒着。嗯？什么地？上官美术馆旁边的一块农业用地。你怎么知道的？去年我跟黄丽林他们想合作，打算把那块地变更土地属性，开发成地产项目。当时黄丽林还是挺积极的哈，就是夏明一直在推三阻四，明明有贺瑶那层关系，一直放着不肯用。当时我还挺纳闷的，现在大概明白了，他是想留着自己用啊。没错啊，夏明就是要把天科做成亏损，利用债权方给集团施压。成功剥离之后，他就可以把郊区这块地据为己有。董事长知道了以后，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人，反而把夏明提拔成天字号总经理，这正常吗？要是这两个人私下没有协议，你们相信吗？我不相信。啊，徐总监，我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徐总监，董事长他安心工作，不要胡思乱想。董事长应该没事儿。苏晓。啊，王总。坐会儿。好。这是我们接的第3个项目，当时也算是个大项目了。人手不够，董事长我都要亲自下工地。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安全防范那么好，工地缺少安全防护网。当时有一个固定脚手架的石头扣件掉了下来，董事长把我推开，自己脑袋上却挨了这么一下，就在这儿。好危险。是啊，所以我跟他真是过命的交情。王总，董事长怎么了？没事儿，就是配合调查，你不用担心。坐。董事长的事情，我们会解决的。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你来集团这么久，我还一直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聊一回。今天正好说几句。您说。其实啊，我这个人不太看好女孩子做管理。你算是让我刮目相看，能力突出，很有想法，很有干劲儿。虽然为人处事有些不太成熟，但瑕不掩瑜。作为副总经济师，可惜了点儿。那汪总觉得我做什么不可惜呢？老徐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我真怕他有一天不干了，谁来接他的班？这不还有赵总吗？我对赵鹏的定位不是总经济师，你才是。谢谢汪总，这么看重我。总经济师通常都要进入董事会的。如果你的目标是总经济师，那么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跟股东们建立联系。怎么建立？现在股东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董事长让你做的天字号全员持股方案的真正目的。如果你能帮助他们解答疑惑，一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全员持股方案不是董事长让我做的，是我自己要做的。我交给董事长的时候，他还把我说了一通，说我这是要革他的命。我是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董事长的，目的就是在天字号建立公平的激励机制。这好像不是股东们想要的一个答案，但这就是答案。我觉得还应该有另外一个答案。在我这里，只有这么一个答案。女人终究成不了管理者，格局太小。你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毛。先喝一杯咖啡。
咱们继续吧。不着急。我着急。你着急，那就把事情交代清楚。交代完了，你就可以走了。我真没什么可交代的，王总。不是你怎么这么拧啊？我好心好意一直在给你机会，你就是不肯配合。那我也用不着跟你客气了。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帮汪洋借高利贷？集团追着要补兵扎款，他找我帮忙，我帮他牵线，这有什么不对的吗？对，很对。如果不是汪洋借高利贷还集团，闹得集团人尽皆热，董事长不会那么快决定合并天字号。如果不合并天字号，就不会进行尽调，没有尽调，就不会那么快发现天科亏损严重，不发现亏损，就不会决定剥离天科，不剥离天科，郊区那个地就落不到你的手里。完美，真是太完美了，只差那么一点点你就成功了。这么周密的布局，长达几年的谋划，就在最后临门这一脚失败了。我能想象得出，你的心里一定在滴血。我可以让他再次成功。天科和郊区那个地，我都可以给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汪总拿我当3岁小孩啊！天科资不抵债，郊区土地是农业用地，将来能不能转土地属性，还是个未知数。剥离天科，程序上合法合理，当然，前提条件是我能做这个主。我可以让他再次成功。天科和郊区那个地，我都可以给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汪总拿我当3岁小孩啊！天科资不抵债，郊区土地是农业用地，将来能不能转土地属性，还是个未知数。剥离天科，程序上合法合理，当然，前提条件是我能做这个主。你想让我帮你当上董事长？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不是吗？如果你当上董事长，将来不剥离天科，我要在哪里怎么办呢？你觉得该怎么办？除非你和我在同一条船上。什么意思？
天科剥离之后，49%的股权归你，我来帮你代持。成交。现在很麻烦，董事长联系不上，不知道郊区那块地到底什么情况。董事会已经明确支持汪总，除非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能够意见一致，否则是没办法制衡汪总的。请进。玛利亚，怎么了？你是不是也不相信董事长了？这跟信不信任没关系，我只看重客观事实。董事长和夏明之间有代持关系，那是汪总编出来的，这不是客观事实。苏晓，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当然我也明白你想替董事长出点力，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你的级别范围，你根本管不了。汪总是第一副总，从分工上来讲的话，董事长不在，就是由他来管理集团的日常运营。我知道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吗？我只是 HRD， 怎么可能会管到副总那儿去？你是不想管吧？我建议你啊，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不要一直局限当下。汪总已经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如果董事长真的有事，那么汪总就是下一任的董事长。这是你内心真实想法吗？对。不，如果你是这样的，玛利亚，你就不会来告诉我，天河的何总用骂人的方式逼退员工。这是两回事儿。Maria， 你没听刚才 David 在里面说了什么吗？他就是个工具人，他脑子里只有 money， 他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样得到利益的极大化，但咱们不是啊，咱们是有血有肉的人。Maria， 千万不要让他们的大脑控制了你的大脑。我来召集他们开会，但是能不能说服他们，就看你的了。谢谢，谢谢玛利亚。玛利亚，你什么意思啊？苏晓说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但我认为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听一听，兴许会有些启发，是不是？那就听一下吧。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位行业前辈，他是一名瓦工。他生于新中国成立那一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80年代初，他来到了上海打工，因为手艺好，进入了一家公司，成为那家公司的瓦工组长。在他最风光的时候，他手下有100多号人。后来他年龄大了，干不动活了，想回老家养老，可是老家的房子塌了，儿子生病死了，儿媳妇改嫁了，他一贫如洗，只能带着年幼的孙子来到大城市漂泊。他想继续工作，但因为他年龄太大了，没人愿意用他。后来他从前工作的公司知道了他的境况，把他安排到了一个临时建筑物。那栋临时建筑物就在上官美术馆附近，里面住着30多户人家，退休前都是建筑工人。他们在这个城市里见过很多很多的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房子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们曾经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名字叫银海。牛师傅，志平，是他吗？是他。一开始董事长他也不同意我的全员持股方案，后来我带他去了现场。在回来的路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牛师傅是我们最早的瓦工组组长，一开始那些瓦工都是他带出来的。他不姓牛，但是他技术太牛了，所以我们大家叫他牛师傅。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回老家安享晚年了呢。各位领导，我所认为的银海，不只是董事长，不只是领导班子，不只是我，它是属于每一个银海员工的，曾经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所有人聚在一起，才成为了银海。任何一个人掉队了，那都不是银海。你们两个回去吧。哟，老徐啊，回吧。明玉啊，我代表领导班子通知你，你对夏明的审查在集团引起的恶劣影响，把他放了吧。在董事长出来之前，集团由领导班子共同管理。老徐啊，你来的正好，看看吧，交代了。
你怎么来了？王凌宇就是个小人，对你做什么了？还能做什么？折腾我呗。我走了，行了，别给我添乱了。我还活着呢，他敢把你走吧，我没事，我能应付。董事长有消息吗？还没。我以前一直盼着他倒大霉，但真到了这一天，我这心里头不舒服。知道是谁干的吗？谁知道？又干嘛呀？不是你干的吗？还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臭小子，你不要骗我！真的不是。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了，你会听吗？你说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集团有他自己的一套运作方式，你管不了，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行吗？现在好了，董事长也被你扯进去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对不起，我喝多了。没事儿。太晚了，我先回去了。你少喝点儿。小小，你真没事儿啊？真没事儿。我之前是挺担心你的，你突然和小北离婚了，又搬了新家，我怕你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儿了。但刚才我明白了，你只是有了别的选择。挺好的。我走了。路上小心。你放心，董事长不会有事的。
汪总早。早。郊区那块地，我不该瞒着你们，但当时很担心，你们对夏明有看法，还有地上住着那群人，也不好安排。在没有想到办法之前，我想先拖着，这是我的不对。你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意思是没有了，但是我们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哥们儿，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得给你一个说法。你欠的只是一个说法吗？水泥事件之后，你就一直对我有意见，你有意见你发出来啊！你因而不发，一步一步钝道的割肉，先是削了屋子采购权，然后合并天字号，最后连夏明都要跟我平级呀！你光看见我收拾你了，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吗？汪明宇，你背后搞了多少小动作，你不清楚吗？汪明宇，天字号被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没有责任吗？从你利用自己手上物资采购权盘剥天字号开始，我就在不停地敲打你，你觉悟过吗？你非但没有觉悟，而且变本加厉，越走越远。你让我怎么办？行了，废话不用多说，股东大会上见。董事长，我不在这几天，天字号合并的事儿推进到什么程度了？这几天停了一下，大家都很担心。担心什么呀？现在没事了，赶紧去忙吧，好好工作。天塌下来，天字号合并的事儿都不能停，后面还要跟着 IPO， 一步都不能差。那股东大会没事儿，我当了几十年董事长了。这种情况遇到的多了，快忙去吧。嗯，好的好的。那请刘董方便的时候再联系我们。嗯，好嘞，嗯。董事长，
联系一下李大为。是。嗨，赵董。何先生一直不接电话。前段时间先生在打猎的时候受了一点伤，一直在静养。有事您可以直接跟我讲。关于明天的股东大会，我想跟他交流一些看法。这件事先生跟我提起过，他认为股东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股东也有权利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明白了，请转告何先生，祝他早日康复。好，谢谢。太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Sorry 啊。董事长，我相信你能赢，我会支持你。请进。要换鞋吗？哦，那我来。那我来吧。哎，你吃了吗？啊，还没有。那面条行吗？可以。那你等会儿。好。西红柿鸡蛋呢？锅里还有。你很会做饭呀。哎，就这一个特长。你吃酱吗？吃。还有。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这个是藤椒鸡肉的。哦。这个是香菇牛肉，这是海鲜，这就是辣酱。都是你做的。啊。这个特辣。辣了。
这是你写的吧？是。你念一下。我怀着12分的愧疚与懊悔，写下这份检讨书。为了那片土地上的30来户人家，我不得不答应董事长的代持要求。汪总发现之后，一直苦口婆心的劝我，明明白白的做事，敞敞亮亮的做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都不能再替董事长隐瞒下去。代持没有书面协议，只是一个口头承诺，持有的天字号股份，包括我和我舅舅的，全归董事长所有。口头协议啊？那怎么知道不是你编的？这种不见光的协议，肯定不会留下书面证据。不是真的。各位，可不是，安静一下。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是我们有证人。集团保安部经理亲耳听到董事长和夏明的交易，他现在就在楼下待命，我马上就让他上来。确实，这个证人确实听到了董事长说要跟我做个交易，也是他去向汪总报告，汪总才发现了郊区那块地，然后汪总把那块地和全员持股计划结合在一起，得出了董事长找我代持的结论。逻辑上很合理。如果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会相信。你什么意思？汪总，你真的很厉害啊！直接把董事长送去喝茶了，趁着董事长无法活动期间，控制了舆论，让集团的领导班子和董事会都和你站在一起。如果你就停在这一步，今天的股东大会上，董事长很有可能被罢免。毕竟代持这种损害集团利益的事情，各位股东肯定是宁可信其有的。不过你太想赢了，你着急了，你太想赶紧把这事情做成铁证，让董事长翻不了身。你先去拉拢苏晓，失败之后又找上了我，以董事会的名义来审问我，却又在私底下向我承诺，如果我帮你当上董事长，你就会拨离天科，51%的股份归我，49%归你，由我帮你代持。汪总，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到底谁要代持啊？他这不是诬陷吗？不是，你们大家都想一想，董事长故意隐瞒郊区土地，再搞一个天字号全员持股计划，将股权转给他和他的舅舅，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不是我编造的。要不是我及时发现，这件事都成了。当时剥离天科的手续已经启动，郊区那块地也只有我和苏晓还有董事长3个人知道。如果董事长真的想通过代持来获取利益的话，他为什么不直接剥离天科就好？又何必搞一个全员持股计划？49%和5%，这道选择题，正常人都会做吗？哎，说得很好。既然正常人都能做，难道你不是正常人？你刚才说我答应你，将来剥离天科51%的股权归你，那你为什么不选啊？51%和0%之间的选择题，正常人也会做吧？你看到郊区那块地，但没有看到地上那些人。你看到全员持股计划的持股2个字，但没看到全员2个字。汪明宇，你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人了。
只能看到利益。汪总，你是不是忘了？你找我谈话那一天，房间里除了你和我，还有一部 DV。你记得没错，你当时确实给关了。只不过现在是个万物互联的时代。我手机里装着万能遥控器，看来汪总事后没有检查录像。你想让我帮你当上董事长，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各位，我们现在只需要让保安部把 DV 送上来，就能知道汪总究竟有没有向我承诺，等他当上董事长，就会剥离天科。胡说，那是骗你的，我怎么可？王总，你是不是对董事长有什么误会啊？误会什么呀？当初集团整改的时候，我怕他为难，我主动就出来了，创办了天成。他是不是应该从心里记着我的好？现在天字号合并，他问都没问我，就让夏明当总经理，在他心里，我就不明白我到底是什么。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我记得许峰跟我说过，说我只是董事长手里的一把刀。当时我也产生过疑惑，后来我和董事长一起共事时，我才慢慢明白，董事长，他就是个舵手，他的眼睛只看向正确的方向。作为下属，我需要做的就是紧跟他的步伐，要不然就会被甩下。不只是你，不只是我，每个人都一样。天字号全员持股方案是集团的副总经济师苏晓提交的。当时他给我这个的时候，我很生气。我告诉他，我给你发工资不是让你来革我的命。他当时回答我一句话，说集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当时愣了。一直以来，我们盈海很赚钱，我相信以后还会继续赚钱。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应该还有些什么？责任，社会责任。我们不能光想着自己赚钱，我们要回头看看我们的员工，他们有没有跟上。盈海，胜利的大海。一个人的胜利，一群人的胜利，
都不叫赢海，所有人的胜利才叫赢海。现在我们再次启动 IPO， 就是要把我们剥光了，放到市场让大家看，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赢海？一个员工跟股东命运共同体的赢海，一个共同致富的赢海，还是一个只注重股东利益的赢海？这个交给你们来决定。你就不担心天字号全员持股方案不通过吗？有一句老话是怎么说的？说世界上有2件事情最难，一个是要从别人口袋里掏出钱，第二个是要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所以撼动不了1次，那就再来第2次。你和董事长之间到底有没有交易？有啊。那我们来做个交易吧。可以把那些人留下来，但是条件是，你来做天字号的总经理。这是你欠天字号的，也是我欠天字号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以前是我狭隘。